嗨，我尊贵的造物主们，我的名字叫浩如，欢迎你们选择我的频道，为自己创造一次探索内心的旅程。今天主题依旧是来自于我亲爱的粉丝投稿，我是否应该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来选取一组图卡，大家可以选择图片，也可以选择数字，看看哪一组图卡会更加的吸引你，想要让你点进去，那么你就可以点进去听听看，看看你现在所疑惑的是否应该继续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呢？那么就开始我们今天主题吧。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来看一下吧。首先看一下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看一下哈。哦，好的。最近的话呢，你们可能会有一种，就是说当下的这个环境什么的是有一点受限的，想要去突破当下的这种环境什么的，想要去开拓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这种感觉就是全新的开始。这种全新的开始呢，它是会有一种像是说，就是当下这个状态我已经玩腻了，或者说当下的这个状态我真的想要去突破，去走到一个新的方向，去有一点展望未来的一个意思在里面。还有呢，就是一种对于未来的一些不太明确性，甚至可能会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好像是周围的一些环境朋友什么的，大家讲的都是两个世界的语言，好像都有一点点格格不入的这种感觉那么再看一下这边的话，是有一种迫切想要去离开的意思在里面呢，迫切的想要从这个当下的这个状态里面去离开，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一个状态里面去。那么看一下你的职业理想这边吧，你的职业理想是如何呢？职业理想这边出现了2张牌职业理想的话呢，你这个职业的话很有可能是会有一种不被常人所接受的，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挑战，就有一点点比较前卫。但是如果你真的把这个东西做起来了之后呢，你的收益会很好，或者说你真的去完成了这个目标的话呢，你的这个收益会特别的好。但是呢，前期的刚开始去做这个事物的话，你会觉得说比较辛苦，或者说得不到身边人的一些理解啦，甚至还会有一种有一点点像是什么呢？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自己会觉得很开心，你自己会觉得说很 OK， 但事实上你身边的人的话，对于这种你的这个追求啦，或者说你做他们就觉得说不靠谱或者说你做不到，就是有这种感觉对于你的职业理想这一块的话，而且呢，你这个职业理想呢，也确实是需要说你这边付出比较大的一些努力付出说比较大的一些，就是你必须真的要做出来一些什么，才可以就是有得到一些相应的回报这种的还有呢，在这边出现的这张皇后牌皇后这张牌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会代表说有收获，但是皇后呢，它也是会有一种牺牲精神在里面的，就是说你肯定要去做一些什么牺牲什么的，才可以换回来你自己真正想要做的这一部分呢。还有再看一下吧，你的这个职业理想，如果你继续坚持下去的话会如何？你继续坚持下去的话，首先你的业务能力是不太够的，对于这方面的一些专业方面的一些领域这方面的业务能力是不太够的。其次的话呢，就是你确实是也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就是你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去支持你，或者说你身边的人为什么会有对你产生一些质疑这种的，这方面可能也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再然后呢，在这一组应该是会有一些家族产业，或者说是有受到一些小的时候什么的，对于一些家族或者说一些外界环境对你的一些影响。就比方说现在的话有些人会觉得说他是一个科学家，我也想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呢，你自身的这个学习能力这方面是否是足够的？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准备或者说你有没有从很早开始去要求自己，而不是说单纯的只是有一种阿 Q 的一个精神，觉得说我只要我一直没有放下这个想法，我只要去一直想一想就好了。不行的，必须要做出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努力，实质性的去每天做一些锻炼，就像是锻炼你自己的肌肉一样，每天都需要去做一些锻炼，才可以就是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你这个坚持的过程呢，是需要有行为的需要有练习的，反而就是说没有太大的一些练习，只是在那边坚持，只是想要别人给你一些空间，给你一些时间精力去做的话，反而会让你这边就是你做了之后也会给人一种非常不靠谱的一种感觉。那么如果你不去坚持自己职业理想的话，那么你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更舒服的更简单的一个方式，对，但是这个方式的话可能会让你觉得说很不舒服，让你觉得这个情绪上面是非常不舒服的，不开心但是呢，实际上的话，你实质上你真的去做某些事物的时候，就是你放弃了这个自己的职业理想，去做一些其他还有更简单的选择，你可能一天不需要那么辛苦，但是你会过得很不开心这种的。那么我看一下圣杯皇后的背后是什么？圣杯皇后的背后是在这边了。
在这边抽到的是这张牌啊，就这张牌的话，就整个你可能到后面还是会转过头来做自己的这个工作啊，对，做自己的这个工作，或者说转过头来继续加深自己的学习，然后呢，就是又回来去做，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理想方面的一些事情啊，可能这个事情的话对你来说是一直放不下的，对，在这边的话，你可能会有。过一段时间就会想要说啊，我应该去做这个，我应该去做那个。过一段时间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为自己的职业理想这方面会有一种想要去做的这个行动。但是呢，你想要去做的话，做就好了，不要去说啊，我一定要有这个我才要去做，我一定要有那个我可以去做。就好像是你想要去画画，但是呢，你觉得说啊，我没有画笔，我没有办法去画，哪怕你是拿一个铅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代替，先去练习好自己的业务职业，这个职业业务的能力、专业能力。当你练得炉火纯青的时候，这个世界自然就会为你打开那个大门。反而就是说啊，你没有给我笔，没有让我去做我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啊，这样的话，你一直在等那个给你笔的人，或者说给你笔的机会的话，反而会让你就是没有办法去做到你自己的这个职业理想这种的。所以在这边整副牌打下来看到的是，建议你去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这个行动，或者说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这个行为才可以，必须要去练就那个相关的职业技能才可以，否则的话全部都是空谈。甚至你自己本身已经过得很不开心了，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去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一直在等那个东风，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你这边就是不是很好。对，还是先去练就好自己的职业技能和专业练习才可以的，并没有那么多的子风啊什么的，或者说是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说啊让你坐在那边可以去做你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反而很多的机会都是我们自己去争取回来，我们不断的用一些可以去代替的一些事物啊什么的，然后慢慢去练习，练习出你自己真正想要去走到的那个道路，或者说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啊，前提是需要练习，就是这么多。OK， 那么看一下给你们的建议吧，给一张建议牌，坚持往前去前进，权杖骑士嘛，不撞南墙不回头。一直不断的去坚持，坚持走下去。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在透特塔罗牌里面呢，它是会有一种披挂着一个红色的斗篷，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红色的斗篷呢，代表的是火焰，当它的火焰燃烧到它所经过的地方，就是星星燎原，有这个意思在。所以呢，就是当你们坚持自己的这个梦想的时候，当你们不断的坚持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会为你们打开绿灯。前提是你真的要去做出相应的一些行为。那么练习的话，专业技能你需要看哪一些书，或者说练习画画的话，你需要从哪里去开始？因为现在网络资源很发达。你一旦想要去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的话，那么你相关的一些就是业务能力也好，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也好，也是需要去练习的。OK， 那么这一组呢就到这里喽，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Hello， 第二组来看一下吧。首先看一下你们最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你们最近是什么样的状态？哦，又是宝剑六啊！刚才第一组又抽到了宝剑六，这次你们又抽到了宝剑六。宝剑六的话，代表说你们可能会有对于一些我会把所有有关于网络、电脑和这个信息有关的东西全部都包括在一起，电子通讯这方面，甚至你可能对于自己的职业理想这一块的话，也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变动性，而且它会代表说一种比较前卫的一些职业梦想啊什么的。还有就是有关于一些计算类的高端计算，还有电子通讯这方面 IT， 甚至还会有一些设计、游戏设计，还有就是设计这个什么有一些游戏设计啊，或者说服装设计啊这方面都会包括在里面呢。甚至这张牌还会代表说律法这方面有很小很小极小的一部分，它会代表说一种规则律法这方面的，而且呢它也会代表说就是有关于手机行业、芯片行业啊这种类似于这种的尤其是最近的话，我国的芯片行业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前景嘛，就类似于这种的比较高端的这种电子通讯这一块的，而且呢它也会代表说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理想的话呢，是很迫切的想要去推进一些什么，去往一个未来更好的一些地方，或者说未来更美丽的一些场所，类似于这种感觉啊，这种
所谓美丽的场所，就是单纯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职业情怀，对，就是对别人来说的话，可能也还好，也没有那么强的执念，但是对你来说的话，就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执念，想要继续去做下去，甚至会有一种想要继续去维持下去，甚至是会有一种想要去推动整个行业往前去前进的这种野心在里面呢。而且这张牌的话，它也会代表说，你可能会从一个宏观的角度里面看到你的这个职业理想，它可以所具现化出来的一个具体价值是什么样子，它可以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为什么会让你有这么多的热情在那边，或者说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情怀感是非常强的这种啊，一定是想要去做出来一些什么这种。再然后这张牌呢本身就是有离开的意思，很有可能你们的这个职业情怀是去到1线城市啊、2线城市啊，这也是有这个意思在的，它会有一种去到很遥远的一些地方，有这个意思在啊。然后呢，这张牌的话，它也会代表说，接下来的话呢，如果你们继续去维持这个职业情怀的话，必然会遇到说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这种所谓比较大的挑战呢，首先是你的想法思维是否能够就是破釜沉舟，真的去做这个，或者说是真的是否去可以一直坚持到最后这方面，破釜沉舟的去坚持下去。甚至它也会代表说，就是你是否可以和这个职业理想达成一个和解，就是说好的我就做这个了，这种坚持性，而不是因为哎呀现在外面的环境竞争力太大了，我不想再去坚持了，反正到最后肯定没有我的什么出路，我还是选择那个比较简单的一些道路吧，就类似于这种的，有这种就是因为一些外界的一些压力啊，或者说外界的一些就是挑战呐什么的，然后就放弃掉，这点可能会成为你们最大的阻碍啊。再然后呢，它也会代表说有一种你的这个职业理想具体是什么，你具体想要去做出来一些什么，你具体想要去表现出来一些什么，这方面的话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呢。就是你真的可以想要去做出来的是什么，你真的想要去维持下来的是什么，你的职业理想到底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点可能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种确立。如果你确立了这一点的话，那么坚持你的职业理想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在里面。还有呢，这张牌的话呢，它也是会代表说，就是你接下来的这个职业发展这方面的话呢，它必然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变革，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它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可以让你的生活有一个翻天覆地的一种非常大的一些改变。同时，它也是会代表说一种就是需要你的脑袋思维思绪非常的清楚，就有点像水星了。水星的话，它本身就会代表说电子通讯。其次的话，它还会稍微影响到你的情绪，因为大家都会说，哎呀，水逆了，最近心情都变得不太好了，就类似于这种开玩笑的说法，但实际上水星它确实也是会代表说有一种不安于当下，想要去创新，或者说想要去引领一些新的一些东西，去开发出一些新的一些东西，有这方面的一些感觉在里面呢。然后再看一下你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现状呢？宝剑二逆位出现，宝剑二逆位出现的话，代表说你们除了去遵守当下的这个职业的理想之外呢，你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选择，呢，但是你们都不太想去选，对。而且呢，它这个也代表说，其实其他选择呢也不是特别差，其他选择呢很有可能也很好，但是呢，你们就是不太想去选，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还是想要去做自己想要去做的这个事情，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呢。而且这个宝剑二的话呢，它也会代表说月亮入天平，所以这一组的小伙伴很有可能是月亮上升太阳这三个点很有可能是天秤座和水瓶座，对，这两个，一个水瓶一个天平。还有呢，它在这边出现的这个宝剑二的话呢，它本身也是会有一种就是你可能要去做出一些抉择，而且这些抉择的话，首先你可能都不太喜欢，而且你除了去坚定自己的这个职业理想之外呢，还有其他1到2个其他的选项这种。而且呢，宝剑二的话，老实说，宝剑二出现的时候，往往就是说你可能正在面临说一个马上就要做出一些选择的一个可能性，或者说是马上就必须要去做出一些选择的这个就是机遇吧，就你这段时间可能必须要快点做出一个抉择，有这个意思在里面。还有它也是会有一种 mark，有这个意思，标记的意思。它这种标记呢是什么？可能你的专业，你想要去做自己专业之外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和你的专业的这个相差会比较大一点呢，或者它也会有一种就是逃离这个 mark， 就是别人给你的标签，你可能会想要去做出一些就是证明吧。就是这种证明的话呢，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别人说你不行，你就是要做出来给
让别人看一看，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呢。然后再看一下，你的这个职业理想它是什么样子的哈？职业理想在这边哦，世界牌的逆位啊，世界牌的逆位它是会有一种建立新的世界的意思，就是把一些旧的一些世界啊什么的，旧的一些世界观呐什么的推翻，然后去建立新的世界的意思在里面。然后它在这边逆位出现的话呢，那么首先它会代表说有一些就是规则啊，可能是会有一些前卫的比较挑战规则的这种，甚至还有一些就像是一些写代码啊什么的，你可能会想要找到一个更简便的方式去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就有点像是我的专业是化学嘛，我自己的专业浩如的专业是化学嘛，所以有一点像是什么呢？就是我可以通过一些化学的一个工艺啊什么的，把80步的一些化学反应把它简化成是一个20步的化学反应啊，类似于这种的，就有点像是把这个路程变得非常的简化，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有这个意思在。其次的话呢，它世界牌的逆位呢，它也是会代表说你可能想要快速的去结束当下的这个状态，或者说快速的去结束一些什么。然后呢，它也代表说这个结束正在开始，而且你可能也看到了一些新的一些机遇啊，或者说有一点新的一个开始啊什么的这种，是有一个新的机会和机遇在的。那么如果你继续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会如何呢？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坚持2张，哎，还给了2张，这2张是什么？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前期会比较穷啦，对，前期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些环境方面的一些挑战呢，而且还会比较穷啊什么的，因为这张牌的话，它本身就是会代表说那什么的意思，就是比较穷的意思，对，而且呢，它这个也是会代表说你想要去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的话，前期你的收入可能不是非常的稳定，甚至你可能还会因为收入的问题先去做一些别的，然后再回过头来做自己的这个职业理想方面的一些事物，甚至它也会代表说前期的这个环境方面的一些阻碍啊什么的是比较大的。再然后出现了这个就是这是星币6，好的，我这个圣杯和星币最近经常讲错啊，不好意思。它这边是星币6啊，星币6的话呢，它本身是一个逆位出现的，那么它又会放大了这个5的这个逆位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它这个代表说有点像是互联网这种企业了，就是互联网企业一开始在国内的时候，它的这个并不受到好评，尤其是在一些交易场所啊什么的，它是并不受到好评的。大家都觉得说，哎，这个东西能赚钱吗？真的可以做出来吗？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它可以就是到现在的话，很多的一些企业啊什么的，已经成为了国内或者是国际顶流的这种存在啊。所以呢，就跟这个是有一点点相似的。你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收益，当你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的时候，你的后期的收益是很好的。但是，当你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的话呢，你的前期是不是特别好的？这一组不会有那种就是我的职业理想就是我要当一个咸鱼这样的吧？就如果是有这种的，就突然有这种感觉啊，如果是有这样的小伙伴的话，我建议就是这些朋友啊，你可能前期你还真当不了咸鱼，外界的一些生活压力也好，或者说外界的一些挑战呢，或者说外界的一些督促，你的家人、你的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什么的，对你的一些督促啊什么都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咸鱼，都会鞭策你必须要去做出一些成绩，这样的话你才可以立足，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哦。而且呢，在这边底牌它抽到底牌这边显示的是权杖2啊，权杖2这张的话呢，就是有一种在维持你所拥有的东西的前提下，继续去拓展一些新的可能性，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呢，这一副牌整个打出来的话，你是可以去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的。对，你的职业理想呢，可能前期收益不是特别好，后期的话会好很多。那么再看一下，如果你不去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会如何呢？我刚才这个其实有讲过了，这里出现命运之轮呢，命运之轮的话，我刚才就有讲过，你可能会中途去干一些别的，对，中途去干一些别的之后呢，再回过头来去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这种的，对。再然后呢，在这边又抽到了这个什么宝剑国王这张牌啊，宝剑国王这张牌的话呢，就是你的职业理想的话，它是会真的可以给你带来一些物质方面的一些收获的。不要觉得说我干这个如果不挣钱怎么办？你可以就是先去做一些正常的事，正常可以让你这边有收益的一些工作，同时再去维持自己的职业理想这种的。但是呢，切记不要走太远。当你走太远的时候，这一组想要再回来会变得比较有点困难，对。所以你这一组的话，你的职业理想呢是可以去坚持的，但是切记中途可以去稍微转换一下，做一些别的什么的。但是呢，做完了之后，切记不要走太远，因为走太远了之后，很有可能你就回不来了。对，就是或者说你闲鱼太久了，可能就是一下子没有办法去调整好自己整装待发的那个状态，这种的，所以需要稍微注意这一点呢，不要走太远。OK， 那么这一组的话呢，就到这里了，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Hello， 来看一下吧，第3组哈。
首先看一下你们最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哦。最近啊，权杖八的逆位啊，最近的话很有可能觉得说自己的这个就是职业理想啊什么的是得不到支持的，对，甚至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自己没有办法能够去完成自己的这个职业理想啊，甚至可能会觉得说有一种无力感，觉得说哎呀，我这个职业理想好像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或者说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就可以去完成我自己的职业理想这种的。再然后的话，你想要去坚持自己的这个职业理想的这个动力啊、动机啊什么的是有一些不够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机遇方面的一些问题，很有可能像是什么年龄啊、收入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硬件问题啊什么的，让你们觉得说好像没有办法去完成自己的这个职业理想这种啊。哦，这张第三组还是个高塔牌啊。还有呢，看一下，还有的话，哦，这边又出现了这个哇，这职业理想这一组的话就疯狂出这副牌啊，就这个宝剑六啊。宝剑六的话，它代表说就是你职业理想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种觉得说很强烈的无力感在这里面呢。还有呢，它也是会代表说就是有的力气没有地方去使是一样的，就是你感觉好像啊，我可以去做这个，我可以去做那个，但是呢，你的这个创意很足够，你的想法也是非常的前卫，可是你真正去做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说力不从心，好像没有足够的一些舞台啊，或者说没有足够的一些养分呢，可以去帮助你去成长，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计算所有的电子通讯这方面，因为它会代表说水瓶座有一点像是天海合在一宫的这种感觉啊。天海合一宫的话呢，就是这种计算性、设计性，还有这种就是数字的一些处理啊，这方面的能力非常强，或者就是一种颜色的搭配，有点像是那种艺术生啊什么的，这种颜色搭配方面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也是会有代表说一些比较前卫的一些就是文化，或者说一些比较前卫的一些就是。我应该怎么去分类它呢？专业吗？还是说一种学术啊什么的都有可能，就是它的总体总结起来就指的是前卫这个意思在里面呢。还有呢，最近的话，你们可能在之前是在这个方面是有取得一些成果的，甚至我觉得很有可能别人算不明白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对于别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难题，这种的话，对你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非常难的一些事情，你们可以把它就是表现出来，或者说把它展现出来，展现的是可能比现在市场上面的任何东西都还要好，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甚至你们可能接触到的一些文学啊，或者说是接触到的一些资料啊，你们所学的、你们所掌握的这方面，你的职业理想这方面的一些资料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前沿的、非常先进的一些东西。看到的是，还有呢，它这边出现的是这个星币三，星币三呢，它也是会代表说，就是有一种。你可能会很长时间的为自己的职业理想有一些非常长线的一些规划，很长时间的一些这种安排啊什么的。然后呢，你可能会很长时间的安排和很长时间的一些心血的一些浇灌啊什么的。但是最近的话，好像稍微有一点没有底气，或者是没那么自信，好像事情超出了自己的掌控之外这种感觉。那么看一下，如果你继续去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你会如何呢？你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好家伙，首先你的竞争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你所面临的这种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其次呢，它也是会代表说，当你在这个竞争力的话，去有一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这个前提下，你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头之日，可以就是有一种。突破这些竞争力，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可能性里面，有这个意思在啊。但是你要是就是闷葫芦，不去看看外界的一些世界啊什么的，不去了解自己的竞争对手，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没有做到这些的话，反而可能会让你的这个竞争力下降，可能会被别的给吃掉，或者说被别的给拿下来这种啊，因为这个。权杖五的话呢，它的竞争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它也会代表说有一些外界的一些环境方面的一些影响啊什么的，让你这边没有办法去发挥出来。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要去了解游戏规则和参与游戏的这些竞争对手们，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样你才可以去有所突破。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拔尖儿的吧？对，我觉得你们这边拔尖儿的自己的职业理想这方面的话，拔尖的人是非常多的。那么再看一下，你再继续坚持下去会如何呢？在这边出现了这个。权杖九啊，再继续坚持的话，你是不太行的，需要又做一些调整。这张牌的话呢，很明显啊。首先看这张图卡，它前面是这个人，前面是有很多的一些阻碍的。然后这个人的话，他是可以把这些阻碍呢变成是自己的这个动力，也可以让这些阻碍去阻挡到你。那么这个阻碍要变成你的权利，你的这个动力，还是为你所用，还是来阻碍你，取决于在这边出现的这个权杖五。权杖五的话呢，就我刚才所讲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需要有足够的这个对于环境啊、市场啊什么的这种，就是一个
了解，在这个前提下，你才可以把它给化解成你的这个助力，否则的话，它将会去卡到你，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往前去前进，就是现在的这种沮丧感呢，或者说现在的这种无力感呢，都会就是来自于这里，来自于这张牌，也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对于市场的了解，或者说对于环境的了解，对于游戏规则的了解是否是准确的，这一点可能会给你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它。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那么它也是会给你成为你最大的阻力，也会成为你最大的助力，取决于你对于这个职业理想他所面对的环境和他所面对的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这方面你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否则的话，你单纯的去坚持，然后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样单纯去坚持的话，很有可能坚持不下去，会成为你非常大的这种阻力在里面呢。OK， 那么今天这组的话呢，就到这里喽，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Hello 啊，第4组啊，来看看吧，来看看。首先看一下你们最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哦，教皇牌哦，教皇牌，你们要么就是老师啊，或者说要么就是这种想要去接触一些高等教育啊、考研呐这方面的一些人呢，还有就是这张牌它也会代表说，就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你的这个想要去坚持的目标啊什么的，可能是会比较传统，或者说是可能会得到很大多数人的一些认可啊什么的，就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或者说是和你的专业相关的这种啊，这个意思在里面。还有的话呢，它也是会代表说你的这个职业，可能会受到老人的支持，或者说就是因为老人的一些怂恿啊，或者说家里长辈的一些怂恿啊什么的，会让你想要去坚持这个职业理想，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呢。然后再看一下吧，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些什么哦？星星牌哦，星星牌的话呢，你这个职业理想的话肯定是高大上的，非常高大上的，而且呢，就是它也会代表说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坚持，需要有很长时间的坚持时间的一些投入和精力在里面呢。还有呢，它这个教皇牌啊。教皇牌这边的话，来到星星这一块的话，它也是会代表说有一种传承衣钵的意思在里边呢，传承一些衣钵啊，或者说是有一种想要去把一些旧的一些精神传承下来，旧的一些可能你家里人也有相同的一些职业理想啊、职业梦想啊什么的，有一些传承的意思在里面呢。还有呢，你最近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最近可能没有太多耐心了哈，没有太多的一些耐心了这张牌。然后这张牌的话呢，它也会代表说就是你知道这个职业理想，你坚持下来了之后呢，你的收入可能会比就是你的投入要多太多，就像是考大学一样，你可能会花很少的时间去学习，然后你考一个好大学、好的文凭的话，你接下来可能半辈子啊什么的话，都可以靠着这个文凭去不让自己饿死，或者说学到一个绝门绝活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差点要来一个绝门手艺，就是一种绝活了。当你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手艺活的时候，你也不会让自己饿死，跟这是一样的，对。所以呢，你这个的话，你知道你可以投入很少的时间，然后去得到很大的回报，但是现在稍微有一点没有太大的一些耐心了，对。这部分耐心的话，首先是来自于外界的一些诱惑，可能你身边的人呢、同学啊什么的，看到说，哎呀，你看到他们一下子，哎呀，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活呀，或者说他们做了什么做得非常的成功，让你心动不已。但是你这边你的这个职业理想的话，可能还需要再去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有很好的一个回报，这个意思在里面呢。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如果你坚持你的职业理想，会发生什么呢？坚持你的职业理想。首先的话，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些投入啊，时间、精力啊什么的这方面一些投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投入。其次的话呢，它也是会代表说，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理想的话，继续坚持下去，可能会面临说，就看起来别的人都已经很成功了，很 OK 了，别的人做这个啊，非常的风风火火的，做那个非常风风火火的，成为父母口里面的别人家的孩子。但是你这边的话呢，也是会稍微有一点着急，想要去把自己的这个锋芒啊，或者说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展现出来，但是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沉淀的。然后看一下继续再坚持的话会如何？继续坚持的话，在这边，出现这张牌，这张牌有离开的意思啊，离开的意思。然后圣杯8，然后它也会代表说你这边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选择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这个诱惑还会不断的，这个诱惑的话还会展现出来，这个诱惑的话还会就是不断的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平心静气的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一点的话，你们可能就是要面对外界的一些诱惑啊，这方面需要做出比较大的一个行动啊什么的。
然后看一下，就是它不能说是行动，应该说是一种抗击诱惑的这个遵从自己的本心，需要坚持下去啊。对，因为我觉得当你做好了之后呢，你的这个收获是会很好的，收获是会很 OK 的。可是呢，如果你半途而废的话，可能不是特别好哦，我是这样觉得的。对，你可能需要就是注重它最后的回报。你看，也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坚持自己的这个职业理想之后呢，过上1年、2年、3年、4年、5年，它可以成长出一个什么样子的？如果它的这个成长速度的话，可以达成你所预想的那个目标，或者说比你身边的人呢什么攀比之下会更好的话，或者说你觉得值得的话，我建议你们还是坚持下去。因为我在这里面看到说，你的这个职业理想一旦坚持下去的话，它的收获是非常非常非常庞大的。对，就相当于你可能投资上1、2年，然后会有一个半辈子的一些收获啊什么的这种的。可是呢，这种投资并不是说真的去投钱或者是怎样，就是投资自己的时间精力，投资去学习也是一种投资哈，是这个意思在里面。然后呢，在这里面的话，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一点受不了，就是外界的一些诱惑，对，受不了一些诱惑啊什么的，很有可能就是会中途说是离开去试一些别的，尝试1、2次之后，很有可能又会跑回来，又去继续坚持，有这个可能性哦。这个诱惑是相当的大。3张牌的话，几乎3张都在显示说一些诱惑，其他的一些职业理想什么的，你可能不得不去兼顾说，也有可能就是当你一个人独立了之后啊，当你独立自己离开家，自己去租一个房子住，或者说当你真正的把自己的生活重担全部自己来扛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说什么房贷啦、车贷啦，就各种各样的，就是各方面的一些压力，可能会让你不得不去做一些其他选择，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了。所以这个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有5年或者是10年的这种规划。你觉得5年之后你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10年之后你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进行一些规划之后呢，看你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的话是否能够达成。如果需要达成的话，你是否是需要去做一些妥协？如果你说我的这个职业理想就是情怀。那这样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在吃饱肚子的前提下，再去尝试每一天花一点时间投入到自己的这个职业理想当中去，然后尽力的让自己的职业理想可以成为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因为这张牌的话呢，它是会有一种就像是这个农民阿掰了，这个农民伯伯了，他去种一个东西，种了之后呢，他需要有很长一段的时间才会得到收获。跟这个一样，你需要去做一些长线的一些准备，可能会更好一点哦。否则的话，就单纯讲情怀的话，你饭还是要吃嘛。首先在保证自己的物质生活稳定的前提下，然后再去谈情怀，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你是情怀这方面，而你要是物质这方面的话，那好办了，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在脚踏实地、切实可行的，可以真正看到说你5年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10年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真的可以看得到它、摸得到它。在这个前提下去做一些规划的话，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完全没有问题。只不过过程当中呢，确实是会出现说很多外界的诱惑了。OK， 那么这一组的话呢，就到这里了，希望有所启发帮助，拜拜。